世界各国在暗流涌动展开情报战的时代，东国和西国相互对峙。为了探测企图发动战争的东国政府的动向，西国发动了消极化。执行作战计划的间谍黄昏成功在西国组建起了家庭，让女儿进入名校。父亲间谍，母亲杀手，女儿超能力者，互相隐藏身份的任务还在进行中。昨天中午，西国外交大臣布朗兹抵达东国，准备和东国进行外交会谈。阿尼亚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早餐，着急让爸爸妈妈也快一点，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阿尼亚因为救了溺水的孩子，获得了1颗星星。黄昏答应让他养狗作为奖励，为了获得8颗星星，参加戴斯蒙出席的恳亲会。无论如何，都让阿尼亚保持干劲。于是，一家3口来到了宠物店，就是这宠物店里的狗长得实在有点潦草了。这家店是组织所属的军用犬贩卖店。黄昏认为，既然要养狗，就要优先考虑有防卫功能的警犬。阿尼亚表现得非常嫌弃，他想要的是一只可可爱爱的能陪他吃花生的宠物犬而已啊！谁想要一只凶贵犬呢？养来要达米安嘛。老板给相熟的饲养员打去电话，得知保护中心正在开展领养会，他们可以去看看。但就在这时，同事用手势向他比划有新的任务，黄昏只好发挥他12分的演技，装肚子疼，让约尔先带阿尼亚去车站前的保护中心，他去找厕所解决生理问题。约尔还想等黄昏一起去，看穿一切的阿尼亚赶紧给爸爸找借口，说他上厕所要很久。虽然成功圆了场，但总感觉很羞耻。黄昏一上车就被带去了司令部。柏林大学几名排外裔学生计划在今晚的谈判会上刺杀西国外交大臣布朗兹，他们偶然在大使馆附近逮捕了1名同伙，但对方什么都不肯说，所以就找来了黄昏帮忙。飞机头坚定的不肯出卖同伴，但西尔维亚却说他已经没用了，因为他已经抓到了他的首领。飞机头被押走的时候，正好遇上他的伙伴基斯，却没想到基斯为了脱罪，竟然将一切罪名都推给了他，临走时甚至还给他做了鬼脸。飞机头懵了，基斯这是想让他顶罪。西尔维亚适时添了一把火，还真是好伙伴，反正他们也不在乎谁是首领，只要得到情报就行。眼看自己即将被称为弃子处理，飞机头也急了，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立刻就把自己知道的全招了。而那个基斯其实是黄昏跟着录像假扮的，飞机头交代了参加行动的人数和隐藏地点，而这次刺杀的手段居然是狗。他们在10几只狗的身上绑了炸弹，要在移动中炸死外交大臣。此话一出，就连最冷静的西尔维亚都惊了。要想让受过训练的狗停下来，可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训练一只军犬花费的金钱相当于导弹，仅凭一群学生怎么可能做得到？难道背后还有极右党或者第3国拥护者？要阻止这场恐怖袭击，他们只能先发制人。东西国的关系如履薄冰，这件事绝对不能公之于众。飞机头的同伴正带着炸弹犬去散步，路过咖啡店，一人进去买咖啡，将2只狗都交给了同伴看管。这时大白狗像是发现了什么，突然挣脱绳索，冲进了前方，奔跑到小男孩，一口咬住他的衣服往后拉。而就在下一秒，沉重的铁质招牌突然砸了下来，如果没有狗狗阻拦，招牌就会正好砸在男孩身上。主人都感慨实在是太危险了，只有男孩知道是狗狗救了他一命。男人生气地训斥狗狗乱跑，然后牵着他准备回去。约尔带阿尼亚来到了领养中心，这里有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阿尼亚兴奋得又蹦又跳，狗狗的品种实在太多了，阿尼亚挑得眼花缭乱。约尔和工作人员询问什么犬种最容易饲养，门外的大白狗正好从阿尼亚面前路过，和狗狗视线对上的瞬间，阿尼亚从对方脑海中看到了佛杰一家的画面，然后狗狗就被牵进了对面的大楼。阿尼亚对这只能看见他们家的狗狗起了兴趣，趁着约尔和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并在对面的大楼里找到了那只大白狗。原本只是想问狗狗是谁，却没想到直接闯入恐怖分子的私会现场。以基斯为首的恐怖分子利用狗体炸弹展开恐怖袭击，就此打破东西方2国的和平局面，并发起战争。阿尼亚在门外偷听抓个正着，害怕他把计划暴露给父母，基斯居然二话不说，掏刀就要把阿尼亚杀了。而就在基斯准备动手的时候，大白狗突然咬断绳索冲进来，护在阿尼亚面前朝众人狂吠。光头男抄起钢管就要教训大白狗，狗狗秒松躲到阿尼亚身后。阿尼亚的死活和他们没关系，但是用来当炸弹的狗不能被打坏。还好今天是领养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发现阿尼亚不见的约尔急了，一番询问无果后，直接跳上了房梁寻找。然而会场里根本看不见阿尼亚的影子，难道阿尼亚被狗吃了？约尔想起来之前看到新闻称诱拐年轻女性并强迫其结婚的案件频发，难道阿尼亚被人贩子拐走结婚了？约尔急得团团转，黄昏怎么还没从厕所里出来啊？黄昏正在执行基地的搜查任务，不过2个都扑了个空。而关于狗的搜查途径，西尔维亚查到了一条线索。东国旧政执政时有一项苹果计划，通过培养智商极高的动物以达到军事目的。据说当时进行了很多不人道的实验，但研究还未完成，政权就下台了，计划也因此终止。仅留下了一些远未达到预期的个体就草草收藏。而那之后，那些经过训练的狗都未经处理就流向了黑市。虽然都是残次品，但毕竟都是具有一定智力的训练犬，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问题。阿尼亚这边的情况非常危险。而就在这时，大白狗耳朵一动，跑到阿尼亚身边说悄悄话。阿尼亚通过读心发现电话
会响。果不其然，几秒之后电话就响了。趁着众人注意力转移，大白狗拉着阿尼亚偷跑。有通过报信说有可疑人物正朝这边靠近，祭司预料到是飞机头泄露了计划，赶紧让手下执行 Plan B。结果一扭头，阿尼亚不见了。大白狗拖着阿尼亚跑到街道上，这时阿尼亚也意识到狗狗能够看到未来，是和他一样的超能力者。一人一狗在街上狂奔的动静太大，约尔和基斯同时发现阿尼亚的踪迹。基斯让人带着狗和他去追人，剩下的人赶紧转移。骑狗骑到哇哭哇哭的阿尼亚指挥着狗狗前往警局，却没想到大白狗居然是个路痴，绕了几圈就在原地打转，当场自投罗网。基斯拽住大白狗的绳子，让手下把阿尼亚处理了。而就在手下即将动手之时，约尔从天而降，一招回旋踢把他踢成了弹力球，连狗都吓傻了。约尔稳稳的落地接住阿尼亚，去死吧，变态又拐犯！